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傅云卓，傅云卓，没事了。不是我，傅云卓，傅云卓，没事了。我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先告诉我，当时发生了什么？当时回定风阁的路上，我发现药瓶少了，赶紧回霍府寻找。突然看到霍夫人急匆匆地往后院去，霍夫人独自一人，神色匆匆，而且后院是霍家弟子住的地方，我觉得不太正常，于是就跟了上去。醒来的时候，薛千山的尸体就躺在我的身边，我也不清楚是什么情况。又是霍夫人，真的不是我杀的，人真的不是我杀的，我没有杀人。萧大哥，我该怎么办？别紧张，这案子其实没有那么复杂。诸葛孔云也是这么说的，难道他发现了什么我忽略的东西？师妹，你赶到风金卓那里的时候，霍府的人什么时候赶到的？拦住他！也就片刻而已，霍夫人便带着一群霍府弟子赶来了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什么意思？我没听明白。你们看，这是弟子们住的地方，这是薛千山的住所，都在后院。弟子们听到大喊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那也并不奇怪。可那霍夫人住在南院。南院到后院，就算下人第一时间赶去通报，一来一回至少也要半刻钟。霍夫人马上就带着一群霍府弟子赶来了，这便是不合理之处。而风仵作也说过，他在傍晚看到霍夫人进了后院，也就是说，霍夫人从傍晚到深夜都一直在后院。然后呢？这能说明什么呢？霍夫人独自偷偷潜入后院。待到深夜，你说能说明什么？你们的意思是说，他和某个弟子偷情？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他偷情的人是李笑。为什么是李笑？我想霍代荣也应该是发现了此事。那晚我们去夜探霍府，他故意引我去卧房，应该就是想让我撞到霍夫人跟李笑的好事。只可惜我去晚了，李笑已经走了，只剩下霍夫人一人。不仅如此，霍代荣之前跟我说过，霍夫人嫁过来并不高兴，直到3年前李笑入府，他才好转。李公子是何时拜入霍将军麾下的？可随霍将军出征过？李某3年前拜入府中，拜师晚，未曾上过战场。但也有可能是凑巧啊。还有更重要的一点。这个印记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这是昆吾刀厂特有的印记。昆吾刀厂？还记得我跟你说过，霍夫人她父亲经营了一家兵器工坊吗？啊，我和师妹在李笑的床头见到一把小刀，刀身上这刀就是这个印记。乃是家人所赠，挂在床头是为了日夜思念家人。家人，所以我猜这刀应该是霍夫人所赠，而且他们之前应该是相好。那霍将军会不会就是他们杀的？情杀？没有抓到现行，就算有这样的证据，也无法证明什么。那这又和薛千山的死有什么关系呢？师妹，你还记得之前我们在赌坊门口薛千山和李笑的对话吗？整个霍家的家业都在你们手里，何止1个500两？你们做的那些龌龊事，不仅会身败名裂，且以后休想从霍家带走1两银子。说不定师父也是你们害死的。师父的死跟我们没关系。薛千山说的是你们，而不是你。另外，他还提到了龌龊事，所以我猜薛千山手中应该有李笑和霍夫人奸情的把柄。霍代荣也说过，薛千山跟他说，他手上有个宝贝，可以源源不断的换钱，这就对上了。我明白了，所以说是霍夫人和李笑私通，后来
把柄落在了薛千山手里，薛千山就拿着这个把柄去勒索李孝，李孝和霍夫人忍无可忍，便杀害了薛千山，嫁祸于我。一切都说通了。那薛千山手里的把柄就是证据啊！把柄一定还在霍府，我现在就去。来不及了。如果这个东西真的那么重要，薛千山一死，李孝和霍夫人肯定就把他拿走了。可是没有把柄，没有证据，风仵作也无法证明清白啊。放心，我让童双盯着霍府，一有动静便会立刻来通知我们。诸葛孔云也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，莫非跟你是同样的推测？以他的才能，能够推断出这些，也不奇怪。肖大哥，这么快，这次多亏了你俩，不然我……你快回去换件衣服吧，别着凉了。哦，好，下次如果我再昏迷了，你们就在我的百会穴上来一针就好了，不用再拿水泼了。快去吧，啊！要泼也快走少点吧水。不会出事吧？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。真是没想到，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这偌大家业真是便宜了贺大人的命运。那些捕快迟早会查到我们头上的，趁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尽快离开方位上策。家业只是身外之物，只要我们平平安安在一起便好。诸葛孔云怀疑你了。怪我不够谨慎，让他有所怀疑。虽然昨晚遮掩过去了，可以他的疑心，日后一定时刻紧盯着我。我怕到时候遮掩不好，会出什么乱子。你本就不是会撒谎遮掩之人，以他的眼力，你遮掩的再好，也逃不过他的眼睛。那我该怎么办？那就不要遮掩，做你自己。他不是说你像以前的模样，那你就做回以前的钟雪曼。你只要自信，你做什么便是什么，他拿你没有任何办法。以前的钟雪曼，那你的意思是，他要是再怀疑我，我就打他一顿？未尝不可。我倒是挺想揍他，现在都开始期待了。下手狠点，我也忍他很久了。干什么？霍府有情况。夫人一大早就去了碧云寺，说是要烧香祈福，估计晚上就回来了。晚上才回来。是。好。公子，咱们还是等人回来吧。去碧云寺1日就能回来，不必带什么行李，车辙印会相对浅。你看这2道车辙印，很深，明显车上带了不少财物和行李。这看起来不像要回来的样子。那他逃了？多带些兄弟，立刻去追。是。船家，帮我搬下行李。我说话你听不懂吗？我们还要赶路呢。二位这么着急，是要去往何处啊？你俩最好识相点，别逼我们动手。我们是不会跟你们走的，大不了跟你们拼了。萧哥，不要。
大哥，接下来怎么做？把他们带去暗针营吧。暗针营？那你呢？我得再去趟霍府。好。不愧是大齐第一神捕，这么快就把凶手抓到了。霍小姐，我有一事相求。萧公子有何事？小女愿意效劳。能否带我去霍将军书房一看？家父书房？你要看什么？还有些线索没查清，我想去探究一下。暗针营的人还在找，你却已经把人带回来了，这说明我在早上发现他们逃走之前，你就早有怀疑，而你为何没有任何表示？还是说你身后有人为你答疑解惑，而你提前守株待兔？钟不愧，你难道就不想跟我解释一下吗？你这是做什么？我要跟你解释吗？我需要跟你解释什么？你几次三番拐弯抹角的讯问我，我是你暗针营的犯人吗？要不是念在你我合作，我顾全大局一忍再忍。你给脸不要脸，一再找我茬，你早就已经发现风武做案件的真相了。你跟我解释过吗？要不是我自己想通前往霍府蹲守，发现两个人鬼鬼祟祟外出，便一路跟随我，辛苦把人抓回来给你。你现在拿出一副审犯人的样子跟我说话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冷静，冷静。你要是不想合作，我现在就把人带回神捕营。但是你要是再敢招惹我，你信不信我跟以前一样，打得你下不了床？是失礼，我向你赔罪。以后我们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气，动气伤身。点火就着，一点都没变。可有什么发现？霍小姐，这是什么？我平日从未进过这间书房，所以家父在做什么，我也不太清楚。二位也看到了，暗针营对付嫌犯的手段可太多了。若是不想吃苦头，还是问什么说什么。二位不用紧张，我们不会屈打成招，只要你们实话实说，我们就不会为难二位。你们想问什么？薛千山是你们杀的吧？薛千山发现了你们的奸情，并且要挟你们索要钱财，于是你们起了杀心。正好昨夜风武座意外出现，你们便趁机将薛千山杀死，嫁祸给了风武座。我说的可对？我认罪，薛千山确实是我杀的。小哥，他要挟我和英美，他死有余辜。我知道你想做什么，但罪不是你想顶就能顶的。
因为人不是你杀的，而是霍夫人。你胡说！我昨晚检查伤口的时候发现，薛千山尸体上的致命刀口是自下而上。从进刀角度来推测，持刀者的身高至少矮于薛千山10寸，而霍夫人的身高正好矮于薛千山10寸。虽然李潇的武功没有薛千山高，但他对你是有防备的，你几乎没有可能迎面直接杀死他，反而是看起来柔弱的霍夫人可以卸下他的防备。一刀毙命！我说了，人是我杀的。萧哥，是，人是我杀的。只要薛千山消失，就没有人知道我跟萧哥的秘密，霍家的产业自然也会掌握在我的手里。本以为我出手便不会容易让人起疑，没想到。英美，霍将军的死也跟你有关吧？不，霍将军不是我害的。将军的死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薛千山不过是求财便被杀了，霍将军要是知道了你们的奸情，你们怕是连命都没了吧？霍将军的死怎么会跟你们没有关系啊？霍将军的死真的跟我们没有关系。霍将军的体内发现了迷幻药，而药房一直都是霍夫人看管。要是在那些补药里发现了毒药，就是铁证昭昭。我有证据，可以证明我们的清白。奇怪了，这药丸上面附着的是什么啊？怎么样？验得如何？应该是某种丹药被研磨成粉末，混进了霍将军日常服用的补药里。但这丹药有问题。丹药上的粉末主要成分是赤金，赤金极为罕见，我也只有在我师父的古书当中见到过，微量便能使人致幻。那不正好验证了霍将军是服用迷幻药致死的？可赤金是世间罕有，必须要从稀有的矿石中提炼而成，提炼过程十分的复杂，能提炼赤金的必定是药学高手，霍府可没这样的人。这算什么证据？这双手就是将军废的。换句话来说，我和英妹的事情，他早已知晓。你说什么？当年，我的父兄为了刀厂的存活，强迫我嫁给了霍将军。但在进入霍府之前，我和孝哥就已经私定终身。进入霍府后，我便惶惶不可终日，直到3年前，孝哥不惜为了我，卖身霍府，拜将军为师。可将军毕竟老辣，还是没能瞒得过他。直到半年前，霍将军发现了我跟他的关系。将军一怒之下，便将我毒打了一顿。我身上的伤至今未愈，而孝哥为了平息将军的怒气，不惜自废双手，把手伸进油锅里，以此谢罪。霍将军知道了你们的关系，还会把你们留在霍府？说实话，我也一直想不明白这件事。
自那之后，他就一直在书房里，对我跟笑哥不闻不问，甚至当做这件事没发生过一样。他越是这样，我们就越是慌张。以将军的势力，我们哪也不敢跑，就这样一直煎熬着，直到他死的前一日，他更是做出了一件让我跟笑哥始终想不通的事。老爷，休书。薛千山拿到的把柄，正是这份休书。前不久，我发现自己怀了身孕，霍将军有隐疾，定然知道这孩子不是他的。隐疾？霍将军没有生育能力，早年在战场上伤了根本，这些年一直在服药，却一直没有医好。英美一旦显怀，我俩都必死无疑。怎么都是死，所以我向将军坦诚了此事。可没想到将军却给了我这份休书，上面写着，他虽然厌恶我，但看在我腹中孩儿的份上，愿意放我跟小哥一条生。将军如此对我们感恩戴德都来不及，又怎么会杀他？你们说，这封休书是将军死前1日给你们的，但你们却没有离开，是因为将军之死，让你们动了歪心思吧？对，将军死得突然，我们发现没有人知道休书的事。如果英妹继续做霍夫人，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所有家产。但没想到，薛切山偷了休书，以此来要挟我们。可是我们根本没想杀他，我们只是想找他谈谈，看看能不能用一笔钱把这休书买回来。但是，没想到，我有一宝物，靠它赚钱，再牢靠不过了。什么宝物呢？如此值钱？这个宝物本身不值钱，但是它能给我带来很多钱。真的吗？仍未不信我。好，我这就把宝物取来给你看。仍未等我。如果让霍代荣看到了这份休书，让他知道他如今是霍家唯一的继承人，那我们就全完了。所以，我们只好把他杀了，再用那个晕倒的仵作来顶罪。英妹怎么那么不小心？现在怎么办？当务之急是眼下的事，先把人抬进去。霍将军已经中毒很久了，你作为他的身边之人，而且还掌管着霍将军的药房，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之处？要说异常，确实有，但是是在他死之后才察觉到的。风金主啊，这丹药为何会有股腥臭味？当然，吃金就是有这样特殊的腥臭味，如果不加以处理的话，还是很好辨认的。不对，怎么了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凶手很有可能不是霍夫人和李潇。你说什么？你不是说过，霍将军至少服用此药长达半年以上？这药如此腥臭，霍将军这么长时间怎么可能发现不了？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有人拿这个药丸转移视线，故意而为之？没错，只不过这个人太过刻意，反而露出了破绽。如果凶手不是霍夫人和李笑，那会是谁呢？风金主啊，你帮我找下统上，我有事情要打办。好。霍将军是行伍出身，以前虽也脾气暴躁，对府里人较为苛刻，
偶尔会动手打人，但也就事论事，赏罚分明。可这半年内，他的脾气变得更加反复无常，频繁动手打人，他的那些弟子都苦不堪言。前些天，我经过他的书房，听到了奇怪的动静，居然看到老爷。老爷，食生肉，如野兽。那应该是霍将军所中迷幻药的症状。第二日我再见到将军，他却丝毫不记得昨夜之事。我也不敢声张，所以便将此事埋在了心里。过了不久，他便将此休书给了我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是我们看到午夜酿此大错，我甘愿认罪伏法。但是我还有一个请求，希望两位大人可以成全。你说。杀人偿命，薛千山是我杀的，拿我的命偿就是了。但在那之前，能否让我把这孩子生下来？他是无辜的。英妹，我答应你，按大齐律，孕妇犯死罪，也要等到孩子生下来之后才能行刑。在案子查清之前，会保你孩子平安降生。多谢钟捕快，多谢诸葛大人，多谢，多谢。李龙，准备2间干净的牢房，还有，不要对霍夫人动刑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提审。是。事情就是这样，霍夫人和李孝不是杀害霍将军的凶手。凶手不是他俩，那会是谁呢？童说，我打听到，这半年内霍将军夜里一直独自住在书房。这跟审讯的结果一样，霍将军因为发现了霍夫人和李孝的奸情，所以才一直住在书房。半年内，霍将军一直让冯姨娘去陪他。自己新娶的夫人偷情，才想起原来小妾的好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冯姨娘亲口说的，她跟霍将军感情很好。是感情很好。那管家还说霍将军爱喝茶，冯姨娘为了霍将军特地拜访了名医，学了一手养生茶，天天给他泡，霍将军喜欢极了。那管家还说，霍将军之前脸上都没有笑容，但只要一喝茶，嘴都裂开了。冯姨娘，冯姨娘也没有杀人动机啊。问题的关键不在冯姨娘，而是霍代荣。霍小姐，她有什么问题啊？我们之所以怀疑霍夫人和李孝，并不是空穴来风。从我们夜访霍府开始，霍代荣就有意无意地把我们的查案方向指向他们2人。如果不是那封休书，仅凭这补药上的毒粉和他们2人的奸情，在没有别的实证的情况下，便可认定他们2人就是凶手。怎么了，师妹？霍代荣识破了你的身份，并没有揭穿你，是否也在利用你，借你的手揪出霍夫人和李孝的奸情？不是，你们是不是想多了？那霍小姐站在她的角度，一切都很合理啊。她发现了霍夫人和李孝的私情，自己爹爹死于非命，她想将他们绳之以法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况且她也没有杀人动机啊。不管她有没有动机，如今霍夫人已经伏法，整个霍府最得力的就是霍代荣他们母女，这是事实。要说动机，我有个新发现。
之乱，悔之晚矣。这是在哪儿找到的？霍将军书房。那这样看来，霍将军确实与海牙案有关啊。霍夫人是不是说过霍将军没有生育能力？没错，说是年轻时在战场上留下的印记。冯姨娘说过，霍将军战场归来被纳塔为妾是23年前的事情。若霍将军在去战场之前就已经无法生育了呢？你是说，霍代荣很可能不是霍将军的亲生女儿？霍小姐不是亲生的，怎么可能呢？她怎么可能瞒得住霍将军呢？以霍将军的脾气，怎么可能让他们母女二人在霍府生活那么久？若他有不得不留的理由呢？什么理由？23年前是哪一年？明太36年。他们争吵吵到这个年份，一定有问题。中部宁泰36年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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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牙，如果霍代荣真的跟海牙有关，那霍将军确实也有可能会隐瞒此事。等等，这么说，那霍代荣可能是海牙孤儿。其实每一个海牙的幸存者都是叶煞，只要还有一个幸存者，还有一口气，叶煞便会无休无止的出现。那杀人动机一切就说得通了。这么说，这个案子跟叶煞也并非完全无关。那刚刚我们都没有什么实质的证据，那万一是霍将军生完了霍代荣之后才去的战场留下的印记呢？那刚刚的一切推论就都是错的了。是，所以我们现在的一切都只是推测。可无论我们是查海牙，还是查霍将军之死，我们都绕不开霍代荣母女了。霍小姐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坏人啊！哎呀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这个人呆头呆脑的，就是容易被女人骗。我们要赶紧去霍府一趟，大家准备一下。那我们这一次是以什么理由去啊？看病。姨娘气血亏虚，不能容养经脉，导致血闭之症。若不好好静养，怕是会……我的身体，我自己有数。风仵作，只说便是。怕是会瘫痪。风公子，求你救救我娘！只要能救我娘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蓉儿，霍小姐，快前起！霍小姐，依着人心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。多谢风公子。霍小姐，我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，给姨娘开副药。好，风公子请跟我来。告辞。多谢。姨娘莫要客气，论年龄我是晚辈，也算是霍小姐的朋友。蓉儿能有你们这样的朋友，真是三生有幸。钟捕快，是不是有事想要询问妾身的？今日前来，确实是有一些事想要请教姨娘。但说无妨。那我就直说了。霍小姐应该不是您和霍将军的亲生孩子吧？照这方子去抓药，不出半月，姨娘的身子肯定能调好。风公子大恩，小女不知该如何报答。霍小姐言重了，不必这么客气。你和姨娘的感情实在令人动容，能为你们抓药是我的荣幸。你们聊，我先出去。
招了吗？他们招认杀害了薛仙山，但霍将军之死，他们并未承认。那女人跟李逍有奸情，如果被我爹发现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而且平日药房也是他掌管的，他最有作案的便利。霍小姐确实知道很多，但并未知晓全部。其实霍将军早就知道他们二人的关系，也给霍夫人下了休书，只是还未等他们离开，霍将军便去世了。休书？我爹怎么会下休书呢？霍夫人招供说霍将军并没有生育能力，所以将军确实有隐疾，那也都是生完蓉儿之后的事情了。蓉儿确实是我和将军所生。原来如此。钟不快，你怕是误会了。我们查到，霍将军的死因很可能跟23年前的一场变故有关。您之前说过，那时候您刚刚入府。霍将军可有说过什么？掌管药房并非实证。再说了，下药的方式有很多种。萧神补这话什么意思？听说冯姨娘曾为霍将军求得名医的养生茶，不知这养生茶可还有剩余？你们没办法给那二人定罪，所以便怀疑我和我娘。霍小姐是个聪明人，也知道我的身份。你应该明白，查案就是要排除种种可能。再说了，霍小姐不想自证清白吗？小女明白。那你稍等，我这就去拿。你信不过我。将军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外面的事情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就算听到些什么，时间过去这么久了，早就忘了。冯姨娘，此事关系重大，不只关系霍将军，还关系到所有活着的人，尤其是霍小姐。如果您想起什么，还望及时告知。好，我有些累了，如果没有别的事，你请回吧。好，保重身体。这是养生茶的茶包和茶方，你们可以拿去验。多谢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没有了，打扰了。你那边如何？冯姨娘的反应不太正常，我们的推测很可能是对的，但她一直在隐瞒，什么都没问出来。有些事不是想瞒就瞒得住的。风云卓，这药方拿回去查一下。我留下来继续盯着霍府。好。风仵作说了，只要您坚持服用，很快就会没事的。嗯。他们没有为难你吧？他们只是例行公事询问而已，娘放心。娘，您怎么了？钟不快是为难您了吗？没有。蓉儿，我们出去走走吧。好呀，那我扶娘去院子里逛逛。不是，我是想带你离开这霍府，离开京城。离开京城？娘，您怎么突然这么想？这霍府出了这么多事，所有人都在盯着我们母女俩。在这深宅大院里，到处都是尔虞我诈。你虽然心思活络，但是真遇到那些坏人，你根本应付不过来的。娘就怕你出事，不如我们此刻出去避一避，等风平浪静了，我们再回来，好不好？娘，我知道您是担心我。您放心，
我有办法，我们都不会有事儿的。我验过了啊，茶包里的成分和茶方上的一模一样，长期服用对身体有大裨益。哎，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毒粉痕迹，冯姨娘母女肯定是无辜的。以霍代荣之聪明，肯定不会把有问题的茶包交给我们。那你让我查，不是做无用功吗？没有，让你验这茶包是让你好有个对照之物。对照什么？大哥，你让我找的东西，我找到了。这是我在检查霍将军书房时，发现此花的摆放位置与其他植物并不相同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季节其他花都已经枯萎，只有它开得如此娇艳。于是我便请童双帮我一个忙。所谓看病，是为了拖住霍代荣给童双时间。没错，霍代荣以为霍夫人和李笑被抓后，案子已经结束，暂时放松了警惕。所以当我和他说出养生茶之事时，他却并不意外。显然他早有准备。早有准备？霍德荣不仅提早调包了茶包，而且他带我到霍将军书房时，我发现霍将军的茶具都被换成了新的，所以在养生茶上，他确实没有露出任何破绽。但百密总有一疏，你们看这儿，里面有茶叶的残渣，茶渣和这落叶混在泥土里，很难被人发现。我猜霍将军应该有把最后一泡茶倒入花盆里的习惯。日积月累，茶中之毒让这花发生了异变，是浇花的水出现了问题。我明白了。这霍小姐不知道霍将军有这个习惯，反而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处理茶具上面，倒是忽略了这旁边的花盆。聪明。怎么样？有办法吗？让我再想想。大哥，怎么了？我突然明白霍代荣识破我身份后还愿意帮助我的原因了。他是不是想加害于你啊？待风清浊验完，我会跟他当面对质。这花本身不是毒物，我暂时还想不出验证之法。你不是天天跟我说自己一毒无双吗？怎么的，一盆花都搞定不了了？无双。霍小姐，是在找他吗？不愧是萧北明，事事抢先一步，滴水不漏。我们在这花盆里查到了和霍将军体内一样的毒。哎，不是，我还没吃完呢，干嘛疯子？疯子不疯子的，现在给我赶紧去买只羊来。羊？你要吃羊啊？我要活的。我已经查到了验毒之法，你别给我废话，赶紧给我买，听见没？赤精虽然腥臭，但只要控制好用量，养生茶的茶味和药味完全可以掩盖。风武做好手段，是你杀了霍将军。没错，是我。可他是你爹。我爹？哪个爹会这么对自己的女儿？从小到大，我就像个令他生厌的物件，永远视而不见。后来他娶了那个女人，任由那女人欺负我们，针对我们。可他呢，
装聋作哑，听之任之。难道我不该恨他吗？难道我不该杀他吗？只是因为怨恨，你就往霍将军的茶汤里面下毒？没错，我知道那毒是致幻药，所以我偷偷加进他养生茶里。我本想着他会慢慢病死，可我没想到他居然在幻觉里把自己活活掐死，当真是报应。为了下药，你竟然连你自己的娘都利用。杀了他，再嫁祸给那个女人，我就是这霍府上下唯一的女主人。到时候，我娘就能过上最好的日子。这么做值得，我只能这么做。霍小姐，事到如今，说出实情才是最好的出路。他就是我杀的，我方才所说句句属实。他胡说！娘，您身子不好，不能下床的。青英，快扶娘回去。给我跪下！跪下！娘，蓉儿错了，爹是我杀的。如今他们已经查到我了，证据确凿，蓉儿逃不掉的。娘，是蓉儿不孝，不能给您养老送终了。你这孩子，你以为你这点小伎俩能瞒得过几位大人吗？能替我扛罪吗？娘，您说什么呢？爹是柔儿杀的，跟您没关系啊！青英，快扶娘回去。好，那我问你，能致幻的药材都是禁药，哪家医馆药铺能卖给你？你又从何处得来这些药物？起来，该来的迟早都会来。扶娘坐下。几位大人，我过来就是想把事情说清楚的。将军是我杀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起来，这只是个意外。半年前，将军遇到了烦心事，时常让我去书房陪他。后来无意中，我遇到了一个跛脚郎中，他给了我一瓶丹药，只要把丹药研磨成粉，放入茶里，将军便会忘掉忧愁，对我也会恩爱有加。本来我也是不相信的，只是想试一下。没想到将军喝完茶之后，果然精神百倍。从此将军每日都要让我去给他煮茶，对我也是越来越好。可是后来，我渐渐发现有些不太对劲。药瘾？没错，将军的精神越来越亢奋，但是他的脾气却越来越暴躁。我曾尝试着给他停茶，将军，今天的茶就这些了。可是那时候的将军，像一个发狂的野兽一般，对我更是下重手。没办法，我只好继续给他煮茶。本以为我自己忍下去就好了，可没曾想，有一天将军喝完茶，将军，这么晚了还没有歇息啊？将军，我服侍您去歇息吧。海牙李逵，
要杀了他！将军，杀了他！将军，杀了他！将军，你别拦着我！别让他跑了！别让他跑了！他是来找我报仇的！将军，将军看蓉儿的眼神，我永远都忘不了。我绝不允许他伤害我的蓉儿，所以我决定杀了他。那时他已经察觉不到异样了。之后我就加大药量，看着将军越发的疯狂，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自己把自己掐死。娘，事情就是这样，我才是凶手，是我害死了将军。娘，即便是您做的，我也有办法保您不死。不必了，蓉儿。萧神部，一命换一命，可还值得？那天你识破我身份，愿意帮我隐瞒，就是为了等着哪一天，如果我破获了这个案子，用你姨娘的命来换我一命。没错，你是大齐通缉的要犯。只要我把你交给暗真营，即便你不是夜煞，你的命也不会掌握在你自己手里。只剩下这母女俩了。宁泰36年，霍代荣。李龙，公子，走，去趟霍府。在我来之前，我就已经猜到了你的意图。平心而论，我也纠结过。想必他们比我更纠结。我的命是很重要，但有些事比我的命更重要。如果我今天和你达成了这个交易，那之前支撑我活到现在的一切就全部崩塌了。霍小姐，你曾经说过，你很了解我过去在神捕营的种种行为，那你应该也知道，我不会接受任何人的胁迫，从前不会，现在也不会。你想要如何，我都奉陪到底。娘，夫人，你们都不要为难了。娘，娘，您怎么了？娘本来想着给你找一个好人家，看着你出家，可现在怕是不行了。娘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娘来之前服了毒，杀人偿命，只想走的体面些。蓉儿，娘舍不得你，娘，小神仆，我知道你们对蓉儿的身世有所怀疑，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其实她不是我亲生的。23年前，
将军从边疆带回一个婴儿，那便是蓉儿。我从未将此事告诉过任何人，蓉儿更是毫不知情，所以蓉儿和你们现在所查的事情绝对没有关系。蓉儿，你爹一直冷落你，处处逼着你，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身世吧。你不要怪他啊！娘不知过去发生了什么，但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。娘希望你忘掉这些，做一个普通人。千万不要像娘这样走了血路。娘，奴婢在。小姐，就拜托你了，你一定要照顾好小姐。是。娘，夫人，娘，夫人。我进去再看一眼霍小姐。等一下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来晚了，这案子接下来该怎么处置？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就觉得虽然案件已经破了，但叶煞和海牙的事儿好像还没什么进展。越查越模糊，当年海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总觉得这个案子哪里有蹊跷。蹊跷？你是说冯姨娘？冯姨娘供词里的那个跛脚郎中，无论是他出现的时机，还是他给冯姨娘吃惊的动机，都不太正常。可是冯姨娘认罪服毒那么决绝，就是因为太过决绝，所以才有问题。总觉得冯姨娘在用自尽来掩盖着什么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起案件还没有结束？可是那到底什么人什么事儿值得他用生命去掩盖啊？霍代荣。也不一定每个海人都是坏的吧？那霍代荣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啊，他也是冯姨娘临死前才告诉他的吗？如果朱一铁自己不交代，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海牙孤儿啊。反正我觉得他不像是坏人。主上，再让他们这么查下去，会酿成大祸的。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。可是，去做你该做的事。是。
他肯定不是背后那个人。小姐，钟捕快来了。霍小姐，请节哀。我知道你不是来安慰我的，今天在这儿，我只想给娘哭灵。可我发觉，我越想哭，就越哭不出来。心里的痛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我能懂你的感受。霍小姐，已经死了很多人了。我会替萧神捕保守秘密的，确实死了很多人，我也不想再多害一个人。你有话想说，说吧。你心里藏不住是的，但是无妨。那个跛脚的郎中，我好想知道他是谁。他是谁？肖大哥，肖大哥，肖大哥，你醒醒！师兄，肖大哥，师兄。怎么样？寒毒又复发了，没想到第二次来得这么快。我已经给他行了针，估计等会儿就会醒过来。只是这一次情况比上次更严重，我不知道下次再来的时候会。起来！童双，虽然霍府案的凶手已经畏罪自尽了，但我还是觉得这案子没那么简单。你还是想说这个案子跟萧北明有关？就算有关，现在也只有跛脚郎中这一条线索。凭着这个线索，我们到哪里去抓萧北明啊？可我总觉得，萧北明就在京城，甚至就在我们的身边。父亲，你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会抓到他的。不是我不给你时间，是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了。凭着你的直觉，在这最后几天能保住你我的人头吗？好了，跛脚郎中的事情我让李龙去查，你给咱们想想别的出路。就算吊死，咱们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！这么说，冯姨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了禁药，才导致这出悲剧。这郎中一定有问题，除了跛脚之外，可还有其他特征。听冯姨娘说，他似乎是个靠贩卖禁药牟利的江湖郎中，除了冯姨娘以外，没人见过。怎么样了？有没有找到救师兄的办法？
我翻遍了所有医书，都没有找到办法。但我有个新的想法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能不能别话说一半啊？此法太过危险，我们还是再商量一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凝血寒是我见过最毒的寒毒，它不是一般市面上的草药可以对抗的。我想以毒攻毒。以毒攻毒？按阴阳相克之法，能克制凝血寒的，必须是至刚、至阳、至热的毒物。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。这火蝉是什么？我怎么从未听说过？火蝉极为稀有，它是一种只生长在火山口的草药，其形长得像蝉，所以名为火蝉。若是以为火蝉为引，或许能够起到克制凝血寒的功效。那赶紧试一试。我说了，火蝉极为稀有，它不是市面上一般的草药。就算能够找到，我也不敢保证它一定有效果。如果没有效果，我担心萧大哥会因此丧命。此法太过危险。不管它是不是危险，先找到火蝉，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强。这火蝉在何处？我立刻就去找。我师父的医书上记载，只有京城鬼市有。我只在医书上看过，为何这里的东西都如此的诡异？有抢来的，有偷来的，有杀人夺来的，还有从人家祖坟里挖来的，当然诡异。鬼市，鬼市，果然都是些见不得光的东西。哎，你说他们怎么都在看我们？该不会被发现了吧？可能闻到了生人的气息。鬼市规矩，英雄不问出处，宝贝不问来路，咱们要小心一点。千万别惹麻烦。明白。火蝉在这儿，那就是火蝉。别动！这个东西卖多少钱？你能出多少钱？50两，够不够？100两，还不够吗？老朽卖东西的规矩是一物换一物。你觉得你身上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可以用来交换此物啊？这个扳指是钱庄的信物，可以换取钱财和地契，这是我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了，可不可以换你的药？当然不能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姑娘的眼睛很漂亮，不知道能不能用此物换姑娘一只眼睛？换不换在你。
气冲出来，休想！你跑不了。你这个女娃娃真是个高手。这么快，小心！你是何人？没事吧？不用追了，追不上。怎么了？你眼睛怎么了，师妹？看不到了。